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这时，溥仪还不到6岁，对此一无所知。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已经走到了尽头。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刚刚过完生日的溥仪，在乾清宫里举行了大清王朝最后一次御前会议。满含热泪、悲愤异常的隆裕，迫于形势，在皇帝退位诏书上盖上了喜印。这位一生没有得到过多少幸福的女人，就这样以无限悲怆之情，让清王朝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大清王朝颁布皇帝退位诏书的同时，中华民国政府制定了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其中主要内容有：溥仪辞位后继续保持大清皇帝的尊号，享受中华民国对待外国君主的待遇；皇室每年费用400万两由中华民国拨付；皇帝暂时居住紫禁城，仍可一使太监、宫女等。在溥仪退位后几个月，心怀不甘的隆裕太后就辞世了。10个月后，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自己尚不能与之抗衡的袁世凯。于是，袁世凯这个大清帝国的内阁总理大臣，摇身一变成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1913年元旦，袁世凯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举行了大总统就职仪式。从此，54岁的军阀取代了6岁的小皇帝。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帝国寿终正寝了。中国长达2132年的封建制度也由此宣告结束。但是对于年幼的溥仪来说，故事才刚刚开始。退位后的溥仪安居紫禁城，继续做他的小皇帝。突然有一天，外面传来了山呼万岁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呢？1917年，张勋复辟大清，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呢？根据中华民国政府制定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的款项，溥仪仍可继续住在紫禁城内。在这以后的许多年里，大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们依旧使用宣统年号和延续着大清王朝一切典章制度。就连小朝廷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也没有丝毫改变，大批的宫女和太监一如既往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溥仪的话就是天命，他的居所就是进宫。高耸的城墙将他与风云变幻的时局完全隔离开来，既有的皇室体系也禁止他与平民交往。因此，年幼的溥仪是世界上最为孤独的人。陪伴在溥仪身边的，不是皇宫中的女人们，就是成群的太监。他们趋炎附势，习惯于看主子的脸色说话和办事，并投其所好，以换取主子的欢心。
负责溥仪日常生活的大太监张千和经常给他讲故事，这些故事在潜移默化中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告诉溥仪，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座雪山，一群美丽的仙女到山上沐浴，其中一个仙女吃下了一只神鸟摘的红色果实，然后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溥仪的祖先。神鸟告诉这个男孩，他是上天之子，还说爱新觉罗氏将称王天下，一统江山。张千和还给溥仪看了刻在龙椅上的一条龙，龙口中衔着一块净石。如果坐在这个宝座上的人不是上天受命的皇帝，那么龙就会吐出净石，将这个人杀死。通过这些神话传说，皇权神授的观念开始在这个年幼的皇帝的心中变得具体而清晰起来。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对这一观念提出了挑战。1915年冬天，紫禁城外的中南海传来了高呼“皇帝万岁”的声音。9岁的溥仪感到很惊讶，是什么人如此胆大妄为？太监张千和告诉溥仪，是袁世凯要当皇帝了。这让溥仪既忧伤又愤怒。袁世凯窃取了原本属于他的一切。1915年12月，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了祭天仪式，并宣布就任中华帝国大皇帝。同时，他还下令将公元1916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正当袁世凯准备登基的时候，云南省都督蔡锷将军首先在昆明通电全国，组成护国军，武装讨伐袁世凯。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在护国军的步步进逼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1日宣布撤销帝制和废除洪宪年号。3个月后，他就因为身心的双重崩溃而一命呜呼了。袁世凯的复辟行为，给清朝覆亡后的动荡局势再添一笔混乱。当时，南方有民国政府，北方则是纷争割据的军阀。不过，这些争端几乎没有影响到偏安紫禁城的年轻皇帝。军阀们忙于相互征伐，根本没有闲暇顾及退位的溥仪。此时，欧洲正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之中。直到1917年，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仍在为加入哪一个阵营而争执不休。黎元洪一怒之下，免去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段祺瑞则策动自己的旧部对抗黎元洪，双方剑拔弩张。此时，早已蓄势待发的原清朝将领张勋，以调停矛盾为名，率领5000士兵占领了北京。实际上，张勋真正的目的是要复辟大清王朝。张勋原来是清朝的江南提督，武昌起义时，他奉命镇守南京与国民军作战，之后退守徐州一带。为了表示对清王朝的忠心，张勋禁止他的士兵剪去辫子，因此
这支部队便有了辫子军的戏称。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张勋在徐州成立了7省同盟，后来又把势力范围扩展到13个省，为复辟大清王朝积蓄了武装力量。因为清朝复辟的人大有人在呀，你像那个红怪党呢，段禹锡骑士团呢，还有那个蒙古族那个申银呢，甘肃省的申银呢，还有那个当东方的李振声呢，我看还有那个刘廷生呢，一大批的几十个人呢，都是清朝的大臣呢，因为他们没有实力，还有抗日伟呢没有实力，要复辟要有实力噻，所以这些呢。就引起到习都，提起当心叫他老大哥啊，提起他赌盟啊，都要搞复辟噻。当心的本意啊，就是要复辟。1917年7月1日，12岁的溥仪迎来了新的一天，他被重新披挂起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乾清宫的御座前。此时，离他失去皇位相隔6年。不过，这辉煌的时光只仅仅维持了12天。张勋的复辟引起了全国的反对浪潮。民国政府和地方军阀匆忙组织联军讨伐逆贼，兵少将寡的张勋很快就被击溃。他本人也逃到荷兰公使馆躲了起来。中国政府外围就给荷兰公使馆连续发了5、6个照会，要把东西引渡出来，流放到那个法国人呢，才飞到一个小岛上关在那里去。荷兰公使馆不同意，这个当心也扬言了。讲你们这王八蛋都是小人，复辟不是我一个人干，你们大家都干，关键时刻你们过桥托板，讲你们签字的东西还在我手上呢，来信来电还在我手上，你弄起劳资房我拿到提3块公开，让拐人来公益，随后呢，这些王八蛋也不管对他怎么地。复辟的闹剧就这样结束了。于是登基仅仅12天的溥仪不得不第2次退位。之后很少有人再追究张勋，而溥仪则继续在紫禁城里当他的关门皇帝。但与9年前不同的是，这次登基让已经懂事的溥仪感受到了皇帝的威仪。从这以后，他对于皇权的追求更加执着，并越来越根深蒂固。